选举期间可以发卫生纸跟印有政治口号的提案？可以啊，因为选举期间吗？那我能不能发空白的联署书？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这不在选举期。你在攻他小啊？他前言跟后语可不可以对一下，是同一个人吗？吴思瑶是100%赖清德的卡位，实质上的总召。赖清德是可以天天打电话给吴思瑶，吴思瑶就是赖清德的意志在国会里面搅乱整个立法院生态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今天吴思瑶被干掉，相当于赖清德要半身麻痹。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就先讲那归于回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位把同意书送到中选会，今天是在5月23号本周五的时间。最后经过中选会的清点呢，我们总共送了2400份的同意书。可以作为送这些同意书的主体，只有3种人：领衔人、被捕领衔人跟1/2的提议人。那我们也知道，领衔人跟被捕领衔人他们也本身都是提议人之一。那所以之前有一些立委啦、绿营侧翼啊，一直在讲说为什么不是我自己去送啊等等之类的，我就不能作为送件的主体，因为我并不是第一阶段的提议人。罢免启动开始的时候，未满4个月，我不能当领衔人，我也不能当提议人，所以呢，我也没有资格参与到同意书的部分。刚好在5月23号那天，我的户籍已经满4个月，所以我现在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本次罢免吴思瑶的联署人。同意书现在送出去，那它会有3种结果。第一个，中选会它的审查期间有可能是在6月7号以前出结果，也有可能在6月7号以后出结果。我们先讲第一种是6月7号以后才出结果，那就表示本次的变更领衔人程序没有在2阶段的法定截止日以前完成，领衔人就依旧是张克进。第二个，如果他有办法在6月7号以前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就会分2种，一个是审查有成功，一个是审查不成功。那如果今天是审查成功的话，那就是被捕领衔人变成领衔人，就是这个詹先生，他就会变成是正式的领衔人。那如果审查不成功的，依旧领衔人还是张克进。那现在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被捕领衔人的意愿到底能不能左右我们送件跟不送件这件事情？答案是不能的，因为呢，法条上面写得很清楚，1/2同意人同意更换领衔人。简单讲，被捕领衔人他是被选举，他并不是主动去拉票。我想变成领衔人，大家投我一票，不是，而是他是被推上去的。所以他有意愿无意愿，这个在所不问，也不是我作为召集人应该要去负责的。我能够做的就是把这些1/2的提议人，请他们把这个东西签回来。如果法定程序完备了，被捕领衔人就会变成领衔人。至于6月7号以后，他会不会行使他领衔人的权利，还是说他会走上跟张克进一样的道路，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我也没有办法确定。当然未定之数还很多。吴思瑶是现在也就是在柯建铭挂机期间实质上的总召，赖清德是可以天天打电话给吴思瑶，吴思瑶是100%赖清德的卡位，他就是赖清德的意志在国会里面搅乱整个立法院生态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今天吴思瑶被干掉，相当于赖清德要半身麻痹。赖清德现在唯一控制不住的就是只剩立法权，但是大罢免大失败，如果被罢的都保住，罢绿的干掉一个，只干掉一个吴思瑶，那赖清德就不是半身瘫痪了，我看是胸部以下都瘫痪，就是很现实问题。所以这一件事大家很关注大家都已经知道说原来已经有人在罢免吴思瑶了，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他都会找到我们的摊位，都来签联署书了。这个时候寄信给他，他也愿意再签回来。这些铁杆的支持者很多是蓝的没错，但也有一些不是蓝的。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吴思瑶激反的。其实今天罢姚还有归会成功 ，Andy 他们的规划努力，包括整个志工团队的努力是绝对非常重要。但还有一个最努力的人其实是吴思瑶本人。接着 Andy 的话讲一个是，就是说我们要真的要特别谢谢归于回游所有写回来的这些选民们、这些乡亲你为正义站下。今天哪怕被中选会弄死了这个计划，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怕才不敢正面对决，他是用没收球赛的方式。吴思瑶那个操俗辣不敢正面对决，今天要进第3阶段，吴思瑶必死无疑。吴思瑶他是事先知道一定会有换领衔的事情，他竟然跨区跑到我们中山区来靠北王宏威还奉茶，不要脸到这种程度。我计划，我启动，我实施，我操作，然后我往前冲，我不断的论述，然后有人来，我们就把他打回去。这个时候，人民这一群归于这一群我们的支持者，他就是我的后盾。看到我往前冲了，我当他们的先锋，自然而然跟上，把他们的量能借给我，让我有这个底气收到2400份。变更领衔人呢，他要求是1/2的提议人要同意，所以4108人的一半就是2054人，所以我们要拥有2054份的同意书，才可以把领衔人变更。
人。那为什么要变更领衔人呢？就是因为张克敬教授他选择退出，他不去行使他领衔人的权利跟义务的时候，我们就让被捕领衔人上来。这个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如果审查的结果不成功，张克敬依旧是领衔人；审查的结果成功，单嘉文就变成领衔人。至于单嘉文单先生他自己的意愿如何，那这个就是变成说是他自己要去决定的，因为我跟他也不能接触，我们也不能联络，因为他是同案的证人，我是同案的被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只能说让他透过媒道说这件事情成功了，那他要去评估跟思考他会不会担起这个责任。自从上个礼拜一，我们开了记者会，在台北市市议会的党团会议室的时候，我们宣布鲑鱼回游计划达标。我们从那一天之后，在捷运站联署就开始受到一些干扰跟骚扰。一开始呢，是会有一些青年或者网络上尤其在 Threads 上面，会有一些人开始用侧拍的方式，风向就是说好可怜，只有一个人啊，整个联署站只有一个志工啊，这是第一种风向。第二种风向是都没有人来签，都在低头滑手机。第三种风向就是凭什么在捷运站门口？那我陆续就发现了，第一种只有一个志工，好可怜，这个带不起风向；第二个大家都在滑手机，没有人来签联署书，这个好像带不起风向。吴思瑶他主打的是我们有特权，我们为什么可以不守法？我们凭什么在捷运站门口设罢免摊位？他选择用这种打法，我觉得人最可耻的就是这种行为。你明明知道你们都在做什么事情，但却不允许别人做，而且还要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做了最败坏道德的事情。这是让我觉得吴思瑶最为可耻下流的地方。你本身是被罢免，他还跑去各个选区去说要罢免别人。王宏威、宋建那些跑去奉茶，他也在人家捷运站门口啊。你本身是被罢免人，好，今天你的选区出现了你的罢免团体在捷运站门口，你好意思说我们有特权，我们违法？我们就发现了他已经开始带这个风向，网络上有曝光，但是发现风向带不起来，因为底下所有留言都说在讲什么废话。过去这4个月，全台北市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全部都是罢绿团体、罢蓝团体在捷运站门口。东北的人只要是捷运族，一定都知道每一天都有人在喊着罢免王宏威、罢免曲小新、罢免罗明才、罢免罗志强，都在捷运站门口。这个时候你带这个风向说凭什么我们可以在门口，说是这个风向带不起来。但是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这个礼拜就开始不断的有站方的人员来驱离我们。驱离的方式就是我们一开始在捷运站的外面出口出来之后有一块空地，它虽然是紧邻出口，但是我们在出口外就10公尺以外的地方，到了对面马路，他们就很明确的到了10排捷运站，组长跟我回报说要来开单，开什么单？我马上赶过去，我到了现场，我说要开我的名字，他就开始讲，因为呢这个地方是属于捷运系统的路权，那我们在那个高架的底下，距离1号出口大概35到40公尺。简单讲，你出站之后是完全看不到我们的哦，我们还躲在柱子后面哦，又在桥体的正下方。他说这是我们的路权，因为呢你在这边有搭棚、设摊跟宴席这3种，其中一种就是要被开单。我说好，那你就开。但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一下，开单的依据是根据哪一条？那他所引用的就是说这个叫捷运系统路权。那现在就要来解释这个路权到底是谁的路权。根据大众捷运法第3条，如果今天发生在淡水的轻轨，大家有得吵，因为如果我是把摊位摆设在迎面，会影响到捷运轻轨的路权，那我就受罚。那我今天第一个，捷运车厢在我头顶上跑；第二个，我已经距离出站已经超过30公尺了，我都在对面肉眼几乎不可见的情况下，他还要驱离，还要引用这个法条来罚我。今天出动的是副站长跟副段长，扯爆！一定有人越级指挥吗？因为你想，台北市政府既然不抓罢蓝，他会抓罢绿吗？我不相信蒋万安会干这种事嘛。我绝对不相信蒋万安会干这种事情所以这代表说一定有其他人，就是反复检举嘛。但是根据这个脉络，大家我觉得都心知肚明，我们心照不宣啦。那我要讲的是，他们一开始也很不想罚，因为罚了便是全台首例。当副段长跟副站长开我罚单的时候，我跟捷运警察就在聊，他觉得如果要变成全台首例，真的没有必要。在 argue 的事情是，如果我不摆桌子，我只举政治性标语，我可以离捷运站多近？政治性标语不可以，但是选举期间可以发卫生纸跟印有政治口号的 DM。所以我就问他说，那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做吗？他说可以啊，因为选举期间嘛。那我就说那这样好了，那我能不能发空白的联署书？他说不可以。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可以？他说因为这不在选举期。你在攻他小啊？他前言跟后语可不可以对一下？是同一个人吗？对，所以我就问他说，那到底现在是选举期间还是非选举期间？他现在就罢免期间啊，都启动，而且是一阶段通过之后就是正式启动了耶。他们可以发卫生纸、发 DM， 但是一定要遵守在站体外10公尺这件事情。他说他们之前都是可以默许的，因为选举期间，而且联署书它本身不带有任何政治性标语。广义上来讲，它
这个公文书嘛，好，那请问一下我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这怎么又不可以了？他说因为现在不是选举期间，所以我就说今天他的解释也不清不楚。当然我知道他解释的不清不楚，因为他也不想开这个单啦，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开嘛。老实讲，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下去，所以他自己搞不，他也很为难。他就是被施压，然后必须来处理。但是呢，但是他又觉得没有办法，而且是捷运的直属老板是台北市政府，他也很难做。我也很纠结，我到底要不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好像就是对蒋万安不有伤，可是我又不能不讲，他就是全台首例嘛。民进党厉害就厉害在他们全部送完件，没有这个压力了，他们已经没有人在捷运站门口联署。如果只有我们的话，就变成我们刚好也是全台的孤案，就会变成什么？1个月以前可以，1个月以后不可以。我们还在联署期间就可以，你们那些想要骂我吴思瑶的，你活该！你现在还在联署，大家大部队都送了，就你还没送，你活该。这时候我不抓你抓谁？你如果那个时候跟大家一起在捷运站联署，我会刁难你吗？不会嘛，你活该！你现在还在联署，干超双标，看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啊，电视剧在演都不敢这样玩。